所以是你们为了不被杀，就先动手杀死了甄小鱼。我也不想的，我没想到事实会变成那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跟你说话你听不见是吧？信不信我把你也杀了啊？我杀！去！我杀！你干什么，赵宇？赵宇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冲动！干什么？啊！小乐，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你的意思是说，是盛小乐动手杀死了甄小鱼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当时情况真的太混乱了，我根本就记不住最后是谁拿的刀。然后呢？那会儿绑匪就遵守约定，放你们走了。小鱼死了之后，我和小乐都吓傻了，我们待在原地缓了好半天才缓过劲儿。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时限，我们就借着胆子往门口走，结果发现绑匪早都不在了。刚开始我们还怀疑是不是绑匪在玩恶作剧，这没想到是真出了人命。甄小鱼尸体谁处理的？是我和小乐，我看甄小鱼太可怜了，也怕警察找到我们，就和小乐把尸体处理了。凶器呢？凶器我们扔到河里了。后来这伙绑匪就没有再联系过你们？联系了，我们回去的第2天就给我们发来了勒索邮件，服务器是在国外，里面是我和小乐埋尸的照片。当时我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。小乐那时候他爸刚去世不久，没留下多少遗产，所以他才想着卖房子。这个钱俊杰刚才跟我说了一大段有理有据的话，如果他说的是假的，那他就太狡猾了。况且现在甄小鱼的尸体已经成白骨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你觉得他说的话能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当然他说的是假的了。他那个叙述给我的感觉就是对着镜子练了100遍。况且什么杀人游戏，真能想得出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说不定是俩劫匪心理变态。小雨查到钱云杰的爸爸最近正在考虑立遗嘱的事情，不过，好像他爸爸并不想把遗产留给钱俊杰。哦，要这么说的话，那钱俊杰雇绑匪杀老钱这个杀人动机就有了，但是他为什么不把自己从案子里摘出来呢？当个受害者，有灯下黑了。现在甄小鱼的案子不是爆出来了吗？现在让我想不明白一点，就是如果钱俊杰是凶手的话，为什么要杀盛小乐呢？肯定是还有什么细节咱们给遗漏了。记录，把这钱俊杰给我盯死啊！盯死啊！必须的。怎么了？哎，徐璐，哎，老陆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说，你说这个钱俊杰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所有通讯小雨都盯着，那你说每天的接触只有外卖员，要不要查查这外卖员啊？那我让小雨查一下后台的订单信息，但也有可能是没注册的外卖员。你俩再把那公寓监控过一遍。好，去过监控。哦，对，什么情况？这个外卖员是新注册的，只送过2单，而且都是钱俊杰家。还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生活。演员？龙野和赵武之前都是武行替身演员，之后也没什么戏拍，就开始在各个地方兼职当 APC。去年的5月份，他俩账户上有50万的入账，还是现金入账。最近又有几万块钱到他们户头上。行了，那就是他们两个了，没跑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是他雇来的演员。为什么杀甄小鱼？真不是我们杀的人，是钱俊杰自己动的手。钱俊杰动的手？对，
本来按照剧本来讲，甄小鱼不应该死的，应该是甄小鱼去杀盛小乐，但是甄小鱼下不去手，钱俊杰临场反应给自己加了一耙，就趁乱捅了甄小鱼一刀。盛小乐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动的手。什么剧本？这个钱俊杰呀写了个剧本，我们这些台词动作都是按照里边来的。因为这个甄小鱼啊，他没按照剧本来，后来他还挺生气的。剧本呢？扔了。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的，真以为招演员呢。后来他叫我们去彩排，我没想到他真的杀人。之后啊，他给了我们一笔钱，还威胁我们不让我们说出去，要不我们得一块坐牢。几个月之前，他又找到我们，问我们要不要再演一次。他说他还想假装再一次绑架，这谁知道他想干嘛呀？我们不是没想过他会故技重施，但是我们毕竟有把柄在他手上，所以就破罐子破摔，跟他再演一次。不过他跟他爸的关系是真不好，这儿子被绑架了，他爸连句安慰的话都没说，还给了他一嘴巴。大叔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俊杰，别开枪，别开枪。你们这钱也拿着了，戏也演完了，为什么不走啊？我们想吧，这钱俊杰拿这个案子威胁我们，我们也威胁他呀。我们找他要钱，所以我们就去找了钱俊杰，还专门伪装成了外卖员的样子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？他手头没多少钱，就给了我们一些什么表啊、奢侈品之类的。我们陆陆续续就都卖了，但我们也没什么好门路，没卖几个钱。但他承诺，他继承那个遗产之后会给我们500万呢。所以，你们勒索钱俊杰，他就痛痛快快的把钱给你们了？说实话，我们录音了。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什么都没准备，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悄悄长了个心眼，我们就录音了。录音在哪？在我家里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充其量算勒索吧，能不能从轻判？再说吧。老陆，现在可以确定，劫匪就是钱俊杰雇的。小子够狠的啊，对自己亲爹都下得去手。再睡。不是警察同志，这么久了，连绑匪的影子还没找到，你总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先别激动，绑匪已经抓到了。见过？没有。你是说，这2个人就是杀害我爸的凶手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？他们怎么说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们说是你雇的他们。警察同志，绑匪的鬼话你也相信？你要是这么办案子，我真的很怀疑你的能力。这次我要给那个老不死的一个教训。你们放心，这次死不了人。钱俊杰、赵武和龙野没你想的那么傻，他们怕你这一次又故技重施，所以录音了。这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是我雇了他们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录音只能证明我雇了他们，又不能证明我杀了人。我当时确实是想给我爸一个教训，那我也不知道那2个劫匪临时见财起意，决定撕票。警察同志，他们是劫匪，我才是受害人。你们做警察的不应该还给受害人一个公正吗？那甄小鱼呢？跟你就没有关系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当时的情况很混乱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杀了甄小鱼。法律上也说了，疑罪从无。你们要是不能证明我杀了人，就不能定我的罪。这个钱俊杰确实非常狡猾。你们问的这些问题，他早就在心里想好应对方式了。现在
钱俊杰一口咬定杀死甄小鱼的就是盛小乐，还把杀死老钱的事全推到那2个劫匪身上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剧本儿。